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老子在《道德经》第3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争议却又极具穿透力的观点。他用极简的语言道出了一个关于治理欲望与人性之间深层互动的哲学模型。我们先回到这段原文本身：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道；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段话看似简单，实则蕴含极其深远的政治哲学和人性洞察。我们今天就来一步步拆解老子的智慧，看看他到底是在说什么，又是在反对什么。他的理想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状态？首先，我们看开头这3句：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道；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一部分是对人类社会结构与心理机制的一个冷静观察。老子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并不赞成尚贤，也就是对有才能、有德行的人过度推崇。为什么呢？不是贤者不好，而是一旦社会建立起对贤的推崇体系，就会形成贤与不贤的等级分野。凡是等级，一定会带来比较；凡是比较，便滋生欲望与竞争。于是，尚贤在无形中就变成了社会纷争的根源。老子并不是要否定贤人本身，而是要警惕尚的作用。他看到的是，尚这个动作会让普通人感到自己不够好，从而陷入对贤的追逐。长此以往，社会中的人心便不能安定，人人都在往上爬，争个你死我活。这和我们今天社会中成功学卷文化何其相似！你被告知必须成为贤者，必须有影响力、财富、地位，否则就会失败。可现实是，贤者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注定成为尚贤的背景板。于是嫉妒、竞争，甚至仇恨油然而生，社会关系变得紧张而脆弱。第2句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道，与第1句结构相似，但关注的焦点从名转向利。从古至今，难得之货都是人类贪婪的催化剂。黄金、宝石、稀有资源、奢侈品，越是稀缺，越被贵重，越激发人性的贪欲。当一种物品被社会赋予极高的象征意义，比如权力的象征、品位的象征，那就不只是物质的追逐，而是攫取社会身份的通行证。老子深知，正是对难得之货的贵，才诱发了为道。道不仅仅是狭义的偷窃，更是广义上的越轨、不义侵犯。也就是说，社会若不人为制造贵，不去推崇难得，反而能让人心趋于平和，无需铤而走险。第3句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直接指出欲望是扰乱民心的根本原因。这里的可欲其实就是那些被社会集体赋予光环的事物，它们可能是权位，也可能是财富、美貌、名声、成就。凡是人们普遍想要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可欲。当可欲之物处处可见，且被不断渲染放大时，人心就容易失衡。老子不主张强行压制欲望，而是建议从根源上减少诱惑，不见可欲，也就是不让这些刺激变得显性，主导回归一种更简朴、更本真的社会生活状态。我们总结一下这3句的逻辑。老子认为，社会的不安、个人的痛苦，往往不是因为物质不够，而是因为人为设置的尚贤贵货，可欲激发了人性的贪、争乱。他反对的不是贤人，也不是财富本身，而是人为的价值架构对人性的异化作用。接下来的段落，老子开始描绘圣人之治的理想图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里的虚心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谦虚那么简单，
在道家语境中，虚是一种高度的清净和空灵，是没有执念、没有私欲的状态。圣人要引导人们放下纷杂的念头，让内心变得空明，不为外物所动。换言之，虚心即清空头脑中被社会灌输的成功模板，而食其腹则是一种物质保障，意味着保障基本的生存需求，不让民众受饥寒之苦。在老子看来，一个理想社会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安稳，而不是精神追求的高远。因为只有富实，人才不会因生存焦虑而滋生攫取心理。若其志听上去似乎消极，其实是对执念的一种淡化处理。在儒家那里，志是积极进取之心，是立功立业的动力。但老子认为，强烈的志向常常与争相关，极容易陷入权力斗争、名利纷争之中。所以他主张弱其志，不是让人没有追求，而是放下执着，不做非分之想。强其骨，则是强调身体素质与生存能力的增强。老子认为，一个社会不应只是追求精神高度，还要有足够的身体韧性和实践能力。这也是他一贯强调质朴与返璞归真的表现。接下来的这一句是整章的核心：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句话往往被误解为反智主义，其实并非如此。这里的无知是相对巧知、坚志而言，并不指真正的愚昧，而是一种不被过度信息、过度理性、过度设计所困的玄同状态。人只有在无知的状态中，才能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共鸣，不以仁义强行干预道之运作。而无欲则是延续前文关于欲望的观点，是让人心归于清净，不为外物所役。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是对那些巧智之人提出警惕。这类人依靠技巧、谋略、精明，在社会中攫取利益，操控人心，往往是社会乱象的源头。老子主张通过建立一种无为而治的社会秩序，让这类人无用武之地。最后的为无为，则无不治，可以说是道家政治哲学的最高概括。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以有为为治。在这里，为代表主观的设计、干涉、掌控，而无为是一种顺应自然、减少人为干预的治理方式。老子相信，真正理想的社会是在无形中运行、有序中发展。政府与治理者应当如水一般，滋养而不争位，导流而不抢势，以柔克刚，以无胜有。听到这里，或许你会问，这样的社会是不是太过理想？是否只是乌托邦？我们真的能回到那个无为的状态吗？这正是老子所希望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他不是在提出一套可操作的政策建议，而是在构建一个道的视角，通过反常识的语言，激起我们对现代社会深层逻辑的反省。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育越发达，人却越来越焦虑？为什么科技越先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是不是我们在有为的路上走得太急、太偏了？如果说第一章讲的是道的本体，第二章讨论了对立与统一的相互依存，那么这一章则是老子第一次系统地把道的理念落地到政治治理与人心管理上。他在告诉我们，治国先治人心，治人心先除欲望，除欲望须重本真，而这一切都必须从无为开始。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无为能达到无不治的效果，那无为是怎么起作用的？他真的什么都不做吗？下章内容，老子就要用道之常与道之用的视角，进一步揭示道的运作机制。也就是说，《道德经》第4章将带我们正式走入道之为用的层面，虚而不屈，深不可测。它的威力恰恰在于它的无形。这一切都藏在下一章的第1句话中：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悟。
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